夜阑人静的晚上，狐狸猫在睡觉，窗外传来阵阵婴儿的哭声。隔天早上，狐狸猫充满爱困的眼神。爸爸，昨天晚上不知道是谁家的婴儿一直在哭，哭到我都睡不好。哈哈，那不是婴儿在哭的声音，是猫的叫声。猫叫声为什么不是平常听到喵喵的叫声，而是像婴儿在哇哇的哭声呢？明天你不是要和其他同学一起到动物园吗？可以一起去找答案哦。太好了！你们有听过像婴儿哭声的猫叫声吗？我最近也常常在晚上时听到，不知道这声音代表什么意思。这是猫在发情时求偶的叫声。还记得前面我们学过动物进行有性生殖时，爸爸的精子和妈妈的卵子会结合，形成受精卵，再发育成新的个体。所以要先求偶，才能完成后续的生殖过程喽。是的，生殖行为是指动物进行有性生殖时，动物由求偶开始到完成配子结合，并产生下一代的各种表现。动物生殖的过程包括求偶行为、受精作幼、生产行为、护卵育幼行为。我知道不同的动物会有不同的生殖季节，求偶就是指动物在生殖季节，如发情期，吸引及追求异性的行为。在求偶之前，还会有一些准备活动，包括占据地盘领域。这个领域不仅仅是栖身和吃东西的场所，同时也是为了吸引异性、交配及照顾子代而选择的地方。不同的动物会各有它们特有的求偶行为来吸引异性哦。例如，有的动物会透过视觉来吸引异性，这类动物通常是雄性个体的体型魁伟或是色彩鲜艳。我知道，刚刚在鸟园看到孔雀开屏，记得上学期学过，雄孔雀会开屏展现漂亮的羽毛。雄白鹭鸶在繁殖期头的后方会长出2根长的饰羽，又叫繁殖羽，还会搭配舞蹈来求偶。还有看到公狮子有漂亮的鬃毛，公鸡有漂亮的鸡冠和羽毛，这些都是会改变身体毛发的颜色或是羽毛的颜色来求偶的动物。还有萤火虫会发光，也是和用视觉求偶有关哦。利用视觉来吸引异性的动物，有些是用舞蹈表演，像是天堂鸟、信天翁、丹顶鹤，就是求偶的舞蹈高手。大家都很厉害，除了用视觉，还有用声音求偶的。像每年夏天时，白天会举办鸣叫大赛，叫得最响亮的雄蝉选手们就可以得到雌性的青睐，抱得美人归。在晚上时，雄蛙在喉部下方或侧面会有鸣囊，会鼓起鸣囊鸣叫求偶，这些是用听觉的求偶行为。听到像婴儿哭声的猫叫声，就是他们在用声音求偶啊。还有像刺蛾会发出气味吸引雄蛾，这是用嗅觉求偶。像蚯蚓会相互缠绕，用身体接触的触觉来完成求偶的仪式。下列何者不是动物的求偶方式 ？A. 繁殖时期的犀鸽体色鲜艳，以吸引异性。B. 翡翠树蛙的雄蛙鼓起鸣囊发出叫声。C. 雄丹顶鹤以舞蹈吸引雌鹤。D. 蜜蜂跳八字舞或是圆形舞。答案是 D。蜜蜂跳八字舞或是圆形舞是一种与同伴沟通的行为，可以告诉同伴花蜜的方向与距离。求偶行为的结果就是精卵结合，而这个结合过程
也就是受精作用。这个之前有学过，受精的方式有2种，体外受精和体内受精。进行体外受精的多为水生动物。体外受精的缺点是受精几率不高，所以产卵数量很多。体内受精的动物多为陆生动物，因为在母体内受精，所以会有交配行为，而且受精几率比较高，产卵数较少。对了，我刚刚在2栖爬虫馆有看到2只青蛙在交配耶。不是啦，那是青蛙的假交配。在受精过程，公青蛙并没有将精子送到母青蛙体内，所以称为假交配。没错哦，受精之后，动物依照胚胎发育的场所，可分为卵生动物和胎生动物，想必大家都还记得吧？当然记得，离开妈妈时是1颗卵或1颗蛋，就是卵生；离开妈妈时已经发育成一个胎儿，就是胎生。除此之外，有些动物有护卵行为，有些有育幼行为。动物产卵数和卵在发育中受到保护的程度有关。例如，鱼类、两生类大多不会保护卵，所以产卵量虽大，但是能发育为成熟个体的却很少呢。鸟类因会筑巢产卵，并且有孵卵和育幼行为，通常只产少数的卵。哺乳类的胎儿和幼儿都受到最完善的保护与照顾，所以产卵数最少。这些生殖行为真的是大开眼界。没错，这就是动物的奥妙。为什么动物要耗费心思发展出那么多种的生殖策略呢？所有的动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生命目标，就是繁衍后代。这些生殖行为就是为了确保子代的产生以及物种的延续。在有限的资源下，动物会在后代的数量与每个后代分配到的资源上取得平衡。有些动物选择生出大量的后代，以量取胜的生殖策略；有些动物选择生出较少的后代，这是以质取胜的生殖策略哦。动物的护卵和育幼行为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？A. 卵在发育中所受到的保护愈少，则产卵数也愈少。B. 鸟类有筑巢、孵卵和育幼行为，所以产卵数多。C. 大多数的鱼类会保护卵，所以产卵量少。D. 哺乳类的胎儿和幼儿都受到保护，故产卵数最少。正确答案是 D。学完这个单元，我们一起来做个重点整理吧。1. 生殖行为就是为了确保子代的产生及物种的延续。2. 动物有性生殖的过程包括求偶行为、受精行为、生产行为、护卵育幼行为。求偶行为，不同动物会利用听觉、声音、视觉、颜色、舞蹈、嗅觉、气味、触觉、身体接触来求偶。受精行为分为体内受精、体外受精。生产行为分为卵生、胎生。护卵育幼行为，动物产卵数和卵在发育中受到保护的程度有关。护卵育幼越周密完善的，产卵数越少。3. 在有限的资源下，不同的动物会采取不同的生殖策略，以确保子代的生存。学到了这么多，那我们再动脑想一想。雄鲑鱼会挖筑巢穴，展示鲜艳的体色向雌鱼求偶。那人类在追求伴侣时，也有哪些类似求偶的行为呢？欢迎你去寻找答案，并留言在下方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